向走。嘿，呀，哇，哇，喂，喂，啊，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过儿，还不走？啊，是姑姑。杨过，你有胆子别走！青铜，还没丢过脸吗？还不快扶你师傅进去！是，师傅，小心点。哇，这招一勾，哼，就把他打倒了。哇，姑姑，你教我这招真厉害！如果不是你喊住我，我早就把那个肥道士打成柿饼了。过儿，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让他跌倒是不对的？啊，喂，姑姑，你知不知道以前那个肥道士整天欺负我呀？我只是随便踢他教训他一下吗？那已经很便宜他了，哪有不对呀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不应该让他跌倒，应该让对方自己跌倒才对。啊，不出手的话，他自己怎么跌倒啊？你不相信啊？好吧，假装我是你，你是那个肥道士，你过来打我。哦，那我出招了啊！嗨！哇！姑姑，刚才你这招好厉害呀！你教教过儿啊。教你可以，不过你要继续多抓1年的麻雀，才可以开始学其他的武功。我都可以抓到姑姑你放出来的麻雀了，还要练呢？哼，我一只一只的放，你当然应付自如了。如果我一次多放几只，我看你未必可以抓得了。啊！过儿，所有小鸟之中，只有一只是金丝鸟，你把它抓出来。过儿，你天资聪颖，悟性又高，你的武功进步得很快。真的？那我就可以找那个臭道士赵世敬报仇了。如今你还可以勉强打败赵志敬，但是绝不是丘处机跟全真七子的对手。姑姑，你放心吧，今天我可能打不赢全真七子，但是只要我用功再练几年，我很有信心可以打赢他们。姑姑，你知不知道古墓派的武功真的比全真教的武功厉害很多？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简单。上一次我所以败在丘处机手上，并非我们古墓派的武功不及全真教，只不过我还没练成古墓派的最精妙的武功。哦，是什么武功啊？很难练的。妈，不怕，从明天开始，过儿跟你一块儿练，我很有信心可以练得到的。你跟我来。哦，姑姑，这间石室怎么这么古怪啊？我跟你说过，这个古墓本来的主人是王重阳，这间石室就是他练功的地方。墙上所刻的是王重阳钻研了大半生的武学精要所在，而另外一边就是祖师婆婆的练功心得。自从祖师婆婆移居古墓以后，花了不少时间跟心血，终于给她创出克制王重阳各种武功的方法。喂，姑姑，赵志敬和郝大通武功再高，也一定高不过王重阳的。只要你学会了祖师婆婆的武功，那你就可以打赢全真教那7个臭道士喽。只可惜，一直没人助我一臂之力，来修炼这些武功。姑姑啊，以前是没有，但是现在有我助你一臂之力吗？你还没到家。祖师婆婆所创的这套武功叫做玉女心经，必须2人同练，互为臂助。当年祖师婆婆是跟我师父一起练的，只可惜祖师婆婆练成不久以后就去世了，所以
我师傅也练不成了。不是啊，姑姑，现在有我做你徒弟，我可以跟你一块练玉女心经的。练玉女心经分3个层次，首先要学会古墓派所有的武功，然后再学全真教的武功。我只是学了个开头，师傅就突然间与世长辞，所以我一直都没办法修炼玉女心经的绝顶武学。王重阳各种武功练起来也有很多困难，当年师傅也有很多地方一直无法参透，我就更不懂了。姑姑，那就简单了，只要我们去全真教捉个臭道士回来，逼他说出全真教的武功法门不就行喽？当年我也提议过，去全真教偷取他们的武功心法跟口诀，结果却被师父重罚。师父说，我们古部派的人绝对不可以做出卑鄙无耻的事情。姑姑，全真教的心法和口诀，我全部都会背啊。过儿，你懂得全真教的心法和口诀？对呀，当天赵志敬他怕教会了武功之后我会对付他，他又怕人家说他没有教过我武功，所以他只让我背诵所有的心法和口诀。好，那我们马上开始。过儿，你的武功已更上一层楼了。我说那是拜姑姑所赐。我说是赵志敬所赐才对。如果你不懂全真教的武功心法和口诀，王重阳留下的武功，我们就没办法练得成。啊，这个赵志敬，满以为教我背诵这些口诀心法，我就拿他没有办法，谁知道弄巧反拙，错有错着。你说如果让他知道的话，准会气死他。全真教的武功的确博大精深。不错，全真教的武功的确是非常的博大精深，但是祖师婆婆可以创出玉女心经来克制全真教的武功，那就足以证明一山还有一山高。我还是相信古墓派的武功是最厉害的。既然我们已经练成全真教的剑法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来练玉女心经。啊，真的？姑姑，原来祖师婆婆所创的玉女剑法，真是全真教剑法的克星，而且每招每式都把全真剑法克制得毫无还击之力。既然我们练玉女心经的外功已有疏成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练玉女心经的内功了。姑姑，你明不明白壁画上面画的是什么？我听师傅说过，练玉女心经的内功必须要2个人一起练。起初，我还以为我可以和你一起练，可是原来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如果你是女儿身，那就没问题。其实是男是女有什么分别？哦，难道真的是要玉女才能练？你留心看看壁画上的图案。咦，怎么壁画上面的人全都没穿衣服啊？玉女心经里面提到，修炼内功之时，身体热气沸腾，所以一定要选空旷无人的地方，身体移物进去来修炼，让体内的热气能够马上散发。如果热气积存体内，小则走火入魔，大则当场丧命。哎呀，那很简单嘛，我们可以将身上的衣服全都脱了，然后到外面去练功不就行了？但是练到后段，你我必须以内力互相导引防卫。你我毕竟男女有别，赤身相对又成何体？我们可以坐在寒玉床上面，中间隔块布不就行了？此事万万不能。练功所发出来的热气，如果让寒玉床逼回体内，只要再练1-2个时辰，你我就会经脉尽断而死。哎呀，这也不行，那样也不行。哎，这样子好了，你我分开练习，
你练你的，我练我的，到有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再坐下来一块商量喽。练玉女心经的内功，步步都极为艰难，时时刻刻都会有出错的机会。如果旁边没有另外一个人相助，随时都会走火入魔。所以必须合2人之力，才能冲破险境。啊，姑姑，我想了一个练玉女心经的好地方。那姑姑，此处东南西北都渺无人踪，鸟兽又绝迹，绝对不会有人或者动物能骚扰我们。只要我跟你能够身处花丛之中，到时虽然大家看不到对方，但是我们还可以穿过花丛以手相抵，更加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。你说这里是不是一个天造地设的练功好地方？可是据玉女心经所载，练功之时，虽然我们2个人是一起进行的，可是当其中一个阴尽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就会处于阳退的境界。阳退那个可以随时停止，可是阴尽的那个就必须依气呵成，中途绝对不能受到外间骚扰而停顿，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。过儿，从今天晚上起，我就开始修炼阴尽的内功，你要格外留神，替我护卫。是，姑姑。赵志敬，你终日出言单打，无非也是因为我当了全真教的首座大弟子，你怕我以后会当掌门？你不守清规，是他们犯了我们全真教的戒律，有什么资格当我们的首座弟子？我犯了哪条戒律？你犯了我们全真教的第4条戒律，淫戒。混账！我什么时候犯了淫戒？你终日神不守舍，朝思暮想惦记那个小龙女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至于你有没有想要抱她入怀，温存亲热，无所不为，那就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喽。你。